Hello，大家好。上一期视频我制作了一个给电压力锅自动泄压用的自锁开关，收到了很多点赞、评论和关注。我作为一个新人 UP 主，感到受宠若惊。在这里先向所有支持我的小伙伴们表示感谢。视频开始前，我想统一回应一下评论区里几类常见的问题和观点，同时也带来了泄压开关的 V3 版本。如果你不想听我啰嗦，可以直接跳转到这里看正片。第一类问题，我为什么不买一个带自动快排的电压力锅？我平时经常用压力锅做菜肴的预处理，所以对自定义时间和快排这两个功能十分的依赖。10年前，我用过一台能按分钟定时，还有波动式快排阀的锅，轻轻一拨就能持续泄压，用得非常顺手。可惜后来内胆涂层坏了，又买不到配件，只能换锅。这时市面上的产品已经开始流行固定菜单档位，要么不能自定义时间，要么就是时间可调的范围非常小。波动快排阀的设计也几乎绝迹，按键式泄压成为了主流。我陆续换了2台锅都不合适。现在用的这台米家是为数不多我能找到的按分钟设定时间的产品。排气的问题拿个东西抵着也能凑合一下，用了快3年，完全能符合我的需求。至于带自动快排的锅，早几年都是1000元往上的高端货，去年底才逐渐普及到500-600元的级别，有的国补后还不到400。如果现在买锅，确实很容易挑到性价比高的主动泄压款式，但当初我买的时候还真没这些选择。第二类问题，厂商不设计自动泄压是为了安全考虑，自动泄压万一人不在烫到小孩子怎么办？其实上一个问题已经部分回答了。现在的电压力锅主动泄压已经非常普及了，有些还能设定烹饪结束自动排气。厂家并不是为了安全才不做，而是以前实现的成本太高，现在才下探到大众价位。至于担心小孩子被烫伤，说实话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好孩子，别让他们在烹饪时随便进厨房。第3类问题是关于 V2 版本设计的一些建议，比如开关还得手动释放，容易忘记，烧干锅的风险依然存在。如果发生喷溅，原厂按钮松手就能关阀，比较安全，而自锁式可能有烫伤的风险。按钮释放时有被弹飞的可能。这些反馈都很有道理，还有小伙伴给出了很棒的改进思路，比如把开关释放和开盖动作结合起来，这样就不会忘记释放了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 V3 版本来了。V3 版本的最大变化就是将原来的自动锁定、手动释放的开关逻辑变成了手动锁止、自动释放。为了实现这个效果，我设计了这样一套机构，主要由黄板、翼板和插栓构成。插栓抵住压力锅的泄压按钮，推动黄板、卡扣和翼板上的卡扣咬合，使黄板上的卡榫能够抵住插栓，锁定插栓的位置。卡榫上方的弹簧可以保证锁定的足够紧实。按压2侧的翼板即可松脱卡扣，翼板回弹，插栓未释放，压力阀自动关闭。为了能够在开盖时自动释放插栓，我将机构延长，包裹住锅盖握把，开盖时握住2侧翼板即可自动释放插栓。为防止插栓弹飞，我在顶盖加了一个小凸起，并在插栓上开槽。插栓拆分成2部分，既方便安装，又能够限位。接下来就是制作，打印出来的零件是这样的，组装一下。装到锅盖上试一下。开关按钮按下去的时候是不会被锁止的，万一发生喷溅，松手即可闭合压力阀。当开关被按到合适的位置，推动这个锁止把手来锁定开关持续泄压。当打开锅盖时，只需要握住锅盖把手2侧的翼板，即可自动释放开关。因为增加了限位装置，插栓也不会被弹出去了。这次的版本比上一版结构复杂了很多，为了实现这些功能，我也修改了好几版设计，还打印了一堆的废料。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简单问题复杂化，但我觉得这就是 DIY 的魅力所在，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小痛点，不断试错，不断优化，直到那个刚刚好的瞬间出现。况且
有了 3D 打印机后，只需要画几张图就能实现自己的想法，比起以前奔走斧锯骑上阵的情况还是要轻松多了。好了，我的排骨好了，请大家先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